遇到了一个状况是一个法国的玩家在bottom位选择加注到2500，然后我在大盲位我有 Q6方块选择跟注，然后这时候对手做了一个非常诡异的举动就是他选择了再加注到8000，我觉得他的手牌范围呢就是非常两极化，就是要么就是炸火，要不然就是什么。我觉得它的范围组成就是这样。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要参加的是一场2000块的单日豪客赛。那今天是礼拜一，然后呢，今天是 National 的 B 组但是因为我已经晋级了，所以今天呢是没什么事情做。然后晚上有一场$2000的单日豪客赛，应该会有很多玩家，但是目前来讲呢，因为人数不足，所以还在等待玩家入场等一下，我们就直接上桌。好，首先呢，这场比赛呢，玩家人数并不多，然后大部分都是我认识的玩家。第一个盲注级别是500、1000，然后起始筹码是10万，也就是说是100个大盲，8成位的玩家加注到2500，然后我在小盲位有1对6。那我认为1对6呢，在小盲位的预设策略呢，应该会是一个我觉得很适合跟注。有的玩家会说，我在小盲位面对8成位的加注，我只有3次下注的策略。那我认为在锦标赛来说呢，有一个 NT 再加上范围都比较宽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建立一个跟注的策略，然后选择了跟注。大盲位的玩家选择了3次下注到13000，然后这个时候8成位的玩家弃牌。到我这边的话，我觉得我的手牌呢会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第一个，我领先它的范围；第二个就是我自认为在这个翻牌之后的决策呢，我可以做出很不错的决策。然后我也认为它的范围很宽我觉得是一个正义的跟注。好，当下选择了跟注翻牌是743Rainbow 彩虹面，然后呢底池29500，那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翻牌当然预设策略呢，我选择了过牌，不出我所料他持续下注选择了7000，他底池29500，他选择7000，当然我的手牌呢会是一个很明确的，绝对是落在一个跟注的范围。好，当下选择跟注转牌是一张 J， 然后呢底池43500，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又选择过牌。这个时候呢，对手选择了过牌。以大部分的玩家来说，在这个转牌的过牌呢，我觉得大部分的玩家呢都是没有平衡的状况。也就是说，我认为他如果是 QQ 以上的对子，他绝对不会过牌我绝对不会过牌。我觉得有可能的是什么有可能就是 JJ 中3条 J， 然后他选择过牌。所以呢，当他过牌的时候呢，我的认为他可能就是一些KQ， 比如说 A10、AQ AK 之类的手牌，就2张高牌，我觉得是这样的范围。合牌是一张叠牌3，那我的手牌呢，当然就是不能够价值下注，但是是一个很明确摊牌可以赢的手牌所以我当下选择了过牌。然后呢，这个时候对手想了一下呢，他也选择过牌，那我就非常有自信我手牌绝对是最好的，所以我一摊牌1对6。然后呢，他看到我的牌之后呢，他就选择了弃牌，所以赢下来一个还蛮大的底池43500。紧接着下一手牌换我在8成位我拿到了 K5 黑桃，然后呢，我选择了加注到2000，然后呢，小盲位的玩家跟注大盲位的玩家跟注。翻牌是 QQA 2张黑桃，然后底池7000。然后2位玩家都选择过牌到我，那这个时候呢，我选择了一个持续下注，我记得是3000，然后小盲位跟注大盲位弃牌，然后转牌是一张非常好黑桃9，这个时候呢，我击中了我的 K 花底池13000，小盲位玩家 check， 我认为小盲位的范围是什么？我认为小盲会有一些 A8、A9、A10， 然后会有一些有 Q 的组合，比如说 KQ、QJ、Q10这种组合。当然它会有一些同花连牌而已，这种同花，也就是说我刚刚讲那些手牌我全部都赢，然后我也不认为它会有 AQ，AQ 是 full house， 但是 AQ 很高的几率翻牌前会3次下注，也不会有 AA， 也不会有 QQ， 所以我的 K 花在这边就是一个，就等于是一个最大的手牌。那我就一个很明确的预设策略呢，就是转牌我一定会下注，然后合牌大部分的几率也会下注。那要看开始底池13000，我觉得我最小的下注尺寸应该不会低于半个底池。我认为半个底池到1个底池，我觉得都是一个很适合的下注。那我当下选择下注7000，小盲位的对手呢选择跟注，然后合牌开一张7，底池27000，这个时候小盲位过牌。那我认为这一个合牌呢，是一个我可以大尺寸下注希望他拿一些 J， 拿一些 A甚至拿一些同花来选择跟注，底池27000我选择下注到3万。对手说了一句话，他说this hand I cannot fold， 他没办法弃牌。那我认为没有办法弃牌，大概就3条 Q 或者是同花的组合了。我觉得有 A 的话，应该可以考虑弃牌如果有 A 的话，他就选择跟注当然我开我的 K 的话，我就知道一定是赢，所以我就赢下一个非常大的底池接下来在什么状况呢？接下来呢是在一个翻牌前的状况。
在7人桌的 UTG 他有4万的筹码量，他选择加注了2500。Low 价位的玩家呢有起始筹码10万，选择跟注。然后 High 价位的玩家也有起始筹码10万，选择跟注这个时候到我在大盲位这时候我拿了一对 A 能输吗？不能，我选择了3次下注。那我觉得加注的尺寸呢，就是一个学问。虽然说加注的玩家只有4万的筹码量，大约是40个大盲，但是我认为我这边的加注的选择的尺寸呢，预设策略的下注尺寸还是要预设为100个大盲。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后面跟了2位玩家都有100个大盲，所以当我今天如果说我选择一个比较小的下注尺寸，后面的2位玩家是很容易可以跟注一些很适合跟注的手牌。我认为我的加注尺寸呢，至少会加到15000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合理。我当下选择加注到15000原本加注的这个玩家呢选择弃牌 ，low 价位原本跟注的2500呢又选择了跟注1万，然后后面的玩家弃牌，所以是一个单挑的状况。翻牌是 Q72彩虹面底池36500。然后呢，我的策略是一个很明确的全范围的1/3的下注，所以我选择了下注12000。low 价位的对手选择跟注转牌是一张 J。然后底池60500，翻牌呢，我是一个全范围的下注，然后转牌呢就会是一个混合策略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转牌还是会有很多的过牌比如说我今天有可能是 A10、AK， 我会有一定的频率选择过牌。那当然呢，我也一定要有一些 AAKK 或者是 QQ 或者 AQ 的手牌呢，要有一定的频率选择过牌来保护我们整体的范围。所以呢，当下我用一个乱数的方式呢，选择了过牌，对手呢这个时候呢也选择过牌，然后合牌是一张。无关紧要的4，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的手牌呢，我觉得是一个很明确的可以价值下注的手牌，非常的适合大尺寸的下注原因是因为我没有阻挡了 Q， 那 Q 就是一个很适合跟注的手牌，所以当下呢，我想了一下之后呢，我选择 GO in。那他没有想太久，他就选择弃牌。那我在想他的范围可能是一些99、10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就是这样子的范围这时候拆了2个4人桌，然后呢。遇到了一个状况是一个法国的玩家在8层位选择加注到2500，然后我在大盲位，我有 Q6方块选择跟注翻牌是 Q42彩虹面底池6500，然后呢这时候我选择过牌，然后对手选择了持续下注1500，这个我的手牌会是一个混合策略，尤其是当对手的下注尺寸越小的时候呢，我们加注的几率呢就会越高尤其是这种顶对所以我当下呢选择了加注到4500。然后这时候对手做了一个非常诡异的举动就是他选择了再加注到8000。当对手选择再加注到8000的时候呢，我觉得他的手牌范围呢就是非常非常两极化，就是要么就是炸火，要不然就是什么比 Q 还要大的对子我觉得它的范围组成就是这样。对上这样的范围组成呢，我的手牌很明确就是一个跟注转牌开一张10，然后底池22500，我选择过牌。这个时候他也选择过牌，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说他有一个强牌的话，我认为他转牌的过牌的几率应该是非常的低好，那合牌呢是一张重复的10转牌10，合牌10。然后这时候呢，我的手牌呢，我觉得是不能够价值下注。如果我今天的踢脚是好一点比如说 QJ 以上那我可以考虑下一个小注。但如果说是一些用不到 kicker 的手牌呢，我觉得还是有机会输他一些随机的 Q比如说他今天有可能 KQ 之类的手牌。所以我的手牌呢就是一个过牌，然后呢他也没有选择炸火，他也选择过牌。他看到我的 Q6之后呢，他就选择了弃牌所以我就赢下了一个底池。下一手牌呢是一个比较小的底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手牌呢是我在8层位，我有20万的筹码量我拿一对 K 选择加注到2000，然后小盲位有2万的筹码量选择跟注大盲位选择弃牌翻牌是 A34 底池6000。那在这个情况下呢，虽然说开了一个 A 猜的翻牌，但是我们要想的是，其实小盲位大部分的 A 很有可能都会直接 all in， 它只有20个大盲，所以呢，其实我不用太担心这个 A 猜的翻牌。所以如果说我今天的手牌是需要保护的，譬如说我是一对10以上比如说10 JJ， 我的下注的频率会更高。那我觉得 QQ 跟 KK 呢，过牌的频率就可以更高。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今天过牌的时候呢，我10 JJ 会很担心他今天跟注了一个什么 K8 同花转牌开张 K， 对不对？那我10 JJ 就输了嘛。但是当我今天是 QQKK 的时候呢，我比较不用担心转牌跟合牌的高牌因为高牌对我的更大的对子来说呢是更少的嘛。所以我的 KK 呢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高频率的过牌，然后这个时候呢转牌是一张10然后小盲位又过牌，然后我觉得我的手牌呢当然可以转牌价值下注，或者是合牌价值下注，我觉得都可以这个时候呢我还是选择过牌，原因是因为我知道这位玩家其实比较紧一点。那合牌是一张8，然后小盲位又过牌。
那我认为呢，我的手牌呢是一个绝对要下注。那我想要讲的就是这手牌很多玩家会有错失掉拿价值的这个机会。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厉害跟没有那么厉害玩家最大的区别。那底池6000，我认为下注大约半个底池，甚至可以再大一点点啊。我觉得对手都会跟注啊。我觉得对手跟注的范围会是一些90同花、10J 同花、K10不同花之类的手牌啊，就是只要是10的范围。所以呢，只要到合牌啊，我的手牌只要是比 K10还要更好的手牌啊，比如说一对 J、一对 Q， 或者 K10， 或者是有 A 这类的手牌范围呢，都是非常适合的价值下注啊。所以我选择下注了3000啊。对手跟注之后呢，看到我这 K 之后呢，他就选择弃牌，所以赢下了一个小底池。下一手牌呢是在1000、1500的盲注级别啊，这手牌呢是在 bottom 位的玩家，他有7万的筹码量，他选择加注到3000，然后我有20万的筹码量在大盲位啊，我有10J 不同花，然后我选择了跟注啊，翻牌是 Q98 2张梅花啊，所以翻牌呢就中了顺子啊，底池8500，我选择过牌，然后呢这位玩家呢他竟然也选择了过牌。啊，他就是刚刚那个我拿 Q6， 然后他再翻牌再加注8000那个。那其实他会选择过牌，我蛮意外的，因为他看起来会是一个很长持续下注的玩家。那我认为他的过牌范围，我觉得就是一个摊牌价值，可能是1对10，可能是A9、A8之类的手牌。好，反正转牌呢是一张梅花6啊，这个时候呢底池8500嘛，那我就选择了下注。你有大牌啊，你就希望下注啊，德州扑克就这么简单。所以我选择一个大尺寸6500的下注，然后呢对手很快的跟注。然后合牌呢又是一张6，虽然说有3张梅花在台面上，但实际上对手的范围是非常的宽啊。那我们的手牌呢也是绝对适合选择下注，所以呢底池21500啊，这时候我选择了下注接近满炮，下注19000，然后呢对手想了一下，然后呢跟注，然后他看到我的10J 之后呢，他就选择了弃牌，所以又赢到一个蛮大的底池。好，接下来呢是一个单挑的状况。啊，在1000、1500的盲注级别呢，我在小盲位，我20万的筹码。